怎么会？姐姐她应该恨我才对啊！是我，都是因为我太蠢，才毁掉了我们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为我做到这种地步？最开始，我真的只是想借点钱，给姐姐买一件好点的礼物。姐姐她努力了那么久，终于进到了想去的公司。我想送她一件合适的东西，我只借了2000块。我想等下个月打工发工资就可以还上，所以没在意那个高额违约金。我是按时还钱的，但他们却故意在我还钱的那天联系不上，然后非说我违约。我还不起，他们就逼我签其他借贷公司，签更高额的借款合同。最后，欠的钱滚到了几十万，我不敢告诉姐姐。他们又逼我拍照，说这样可以多给我一点还款时间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姐姐后来才没办法报警的。季小姐，根据你姐姐留下来的录音，那个套路贷公司的背后主使很可能另有其人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，让他们深入调查，把这些家伙一网打尽。我会的，我这次一定会报警的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只是感到有些无力。如果当时有人能遇到季小雨，能发现这件事，如果我能早点和斯芬克斯合作，说不定就能像之前救了甜心那样，救下季小雨姐妹。是啊，这么多环节，只要能打破一环，悲剧很可能就不会发生。放心，我没什么事，这只是我的习惯而已。哦，我刚进安全部时，一位前辈给过我一个建议。他说，对孩子们来说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，而对大人来说，世界中黑白的界限并不清晰，它是一道灰。但对我们而言，世界更多的是黑暗。这不单是指我们所要面对的犯罪，更是我们有限的能力。犯罪分子不讲法律，没有底线，但我们不能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落后一步。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追查真相，将罪犯绳之以法，
可对受害人而言，他被侵害那一刻的正义永远缺失了。这种痛苦，蚀骨蚀心。所以，什么都好，找个能让自己不被黑暗吞没的办法。去想想如何才能让世界里的白色更多一些，就是我给自己的解决办法。就像刚刚说的，那么多环节，只要能打破一环，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。去苛责受害者，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。没有人能永远完美、智慧，不会犯错。哦，当然，我并不是指谁弱谁有理，只是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等优越的条件。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各种情况，一时或是长期深陷弱势。我希望这个世界能给弱者企及平均线的机会，这才是正义。现在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立即展开对恒大金融的调查，尽早将那些人绳之以法才行。根据纪晓晴留在储物柜中的录音文件，幕后黑手很可能是恒大金融的董事长宋恒。纪晓晴留下的证据当然会交给警方，但只凭这份录音想要给宋恒定罪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想亲自帮纪晓与纪晓晴姐妹查清楚这起事件。但是，危险性是没办法做对比的，即使是再低的概率，如果碰上了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行动，好好调查下那个恒大金融。你是说，今天监听到宋恒让自己的财务总监去帮忙竞拍一样东西？没错，宋恒让他今晚去沃尔拍卖行拍下421号拍品。我猜斯芬克斯你应该还有其他相关线索吧？你说对了，我先把这个财务总监的个人资料发给你们。李丽红，首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，在1年前被猎头从其他公司挖来恒大金融做财务总监。我查了一下他的消费记录，他前几年曾经沉迷网络赌博。现在虽然住着别墅，但其实是他为了强撑高管门面而租下来的。从这几天我对宋恒和李丽红对话的监听看来，宋恒很清楚李丽红的经济状况不好。不止，我甚至怀疑，宋恒最开始选择李丽红做财务总监，就有这方面的用意。不然很难想象，李丽红为何仅入职恒达金融1年，就得到宋恒如此的信任。看来今晚我们要去沃尔拍卖行看看了。我会趁李丽红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尝试能不能潜入他家的局域网，调查下他的电脑。
稍等我一下，我需要连上他的手机。李丽红很警惕啊，蓝牙和 WiFi 都没有打开，没那么容易破解。而且手机保护程序也比我想象中的更复杂。不，只不过是多花了几分钟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研究下他要拍的东西是什么了。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情报，宋恒并没有特别着迷足球。另外，我调取了这家拍卖行的交易成交记录。宋恒没有亲自过来参与过竞拍，但有不少和他有关的人员曾来竞拍过。光李丽红这1年里，就拍过5件藏品。拍品包括古董、油画、古书、首饰和葡萄酒。现在拍卖的这个足球是2022年世界杯决赛的用球，上面具有获胜队全员的签名，50万元起拍。52万，有一位竞拍者出价52万。52万5千。53万。54万。55万，现在又有一位竞拍者出价55万，还有没有人想出价？80万。80万1次，80万2次，85万。放心，他只是故意报出一个高价来显示自己志在必得。他想以此打乱竞争对手的竞拍计划，这不可能是他的心理价位。而且我有一笔特批的资金，足够应对的。我主要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志在必得。我参加竞拍的次数，2只手都数不过来。100万。105万。150万。152万。200万。200万，现在的竞拍价格是200万，还有没有人想出价？200万1次，200万2次，200万3次，成交。2022年世界杯决赛用球正式拍出。93号，200万。这恐怕说明那个球并不是真的价值200万。等我一下。很有可能。怎么？你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我试图破解李丽红电脑的安保程序，但那个程序很复杂，远超出正常的防护程度。我怕会留下痕迹，引起他的警觉，就没有妄动。交给我吧，他的手机也是这样，但我已经破解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拍卖场也有一些发现。我在其他拍卖行有认识的鉴定师，明天我把这只球给他看看。鉴定结果出来后，我会通知你。